收看关键时刻之前，我们就已经非常关注中国的出口顺差的事情。那时候也就有预估说是1兆美金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提醒过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的问题。结果《纽约时报》今天报了，这不单单只是1兆，今天是1.19兆。这已经等于代表什么？中国已经出现一个失控的顺差。当出现失控的顺差的时候，你看一个指标，你看得非常清楚。这个指标叫做麦当劳。麦当劳我们过去都有吃过，但是你看到的是什么？这是中国的双层牛肉起司堡，这根本不是汉堡，这根本是马卡龙。从麦当劳这件事情就看得出来，这就是中国消费市场完完全全的扭曲。所以石宏哥，我们也讲出口这件事情，顺差这件事情，中国感觉很爽。对。这个1.19兆会出大事的，对，没错。那事实上，中国都一直说啊，你老美封锁我啦，怎样我都没有关系。全世界就算不跟我做生意的话，你看我去年2025年的时候呢，我的这个所谓出口额的这个所谓贸易顺差还是创纪录。原本他们预估的是说啊，我们去年大概是可以1兆美金，可是照我知道结算下来之后，真实的数字是说啊，1.19兆美金啊，所以意思是什么呢？你看，较2024年成长20%，所以就是说，你老美怎么打压我，科关税什么，我照样中国的出口下叫。那中国是把它当成喜事哦，中国是全面的报道说，你看我们中国我们赢了，贸易这么重要，我们打赢了抗美这个战争。可是照我跟他讲，这种就是比较粗浅的，你会这样子很开心，但其实它这里面隐藏了非常大的中国的危机。这主要有两个危机。第一个危机是什么？因为呢，你这个贸易顺差这么大，有可能是你出口差不多，但是你进口减少嘛，所以等于是你中国的内需没有了嘛。第二个说，好，你现在这一次出口来说话，我们如果仔细看里面的出口额度里面来讲话，照我你会发现到说，它出口到美国的东西变得比较少了。它都出口到什么地方？它现在把货塞到非洲啦，塞到什么地方去？糟了，这是个坏现象，是什么？他做生意的国家越来越穷啊，所以这个等于是这两个征兆来说，都让他来讲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压力。另外一个就是他只能够靠出口，所以他反而更容易受到美国的关税的影响，因为他出口是最重要的一个生产值嘛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《纽约时报》的这一张图，原本出口还有进口，出口是红色哦，对，然后进口是蓝色，对，原本都好好的，两个都不会差哪里去，就表示说消费力还是非常强。结果没想到你看到了2025年12月。它已经变成这样子开口了，没错，出口是往上升嘛，所以表示中国的出口还是很强，但是中国民众的这个购买力是在下降的。但是你知道，事实上今年呢，他们还说什么啊？我跟你讲，我们2025，你看中国现在都是乐观说，你看我们2025年的出口创新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2026年我们还是会非常好，所以我们就说，我们2026年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还是定在5%里面，又是5%。对，但我跟他讲，这个5%里面来说，又是今年一定又是这样。出口会很好，但是进口会很差，因为中国的内需真的是一蹶不振的一个状况。钟哥，我们刚刚一直提到一个最关键的事情，你要看中国的经济一蹶不振，你就看这个就好。对，麦当劳全部人都有吃过。是，你有吃过这种马卡龙式的麦当劳吗？对，没错。好，因为我们很多这个观众朋友也很喜欢吃麦当劳，像我本身来说的话，我有时候在赶路的时候，我也是去买这个外带。然后我觉得麦当劳还蛮不错的，但问题是，如果我看到麦当劳，我拿到是这样，我一定会疯。这是汉堡吗？对啊，这是有人在网络上面它已经变成热搜了哈。你看，他说我没有吃过麦当劳，请问这是双层牛肉吉士堡还是马卡龙？你看他这样，你看手这样夹起来，手这样夹起来的话，表示就真的相当小嘛。然后还有人这样，还有人这个拿出那个麦当劳，就说这个大概是约莫是我的手掌这么大。这是什么？麦当劳新作品叫这个鳕鱼马卡龙，你看这么小，这真的看起来真的很小。对。然后还有人就说，请问你这个汉堡包还是小笼包啊？哈。然后就有人拿来比，那你看这是一个麦当劳的这个所谓汉堡，它跟这个所谓苹果差不多大，甚至还有人比呢，跟这个鸡蛋或者是跟馒头差不多大。所以比方说，这个太小了吧？而且我真的觉得这很坏哦，这已经这么小，对不对？结果你看哦，有消费者用量尺证实，这个那么小的还要23块，对，23块对吗？我们就大概乘以5，你要100多块，是100多块买一个马卡龙，而且什么，连这个肉啊，它不是说巨无霸肉啊什么。明显变薄，是纸片肉。对，所以说你看，它就处处缩水嘛。你看，这很多人在网络上 po， 他还说这肉会透光，我心想这什么东西？所以我就说他们都在抱怨嘛。好，那抱怨之后呢，现在又有人很夸张拿出来，你看这是什么 ？AirPods 外面不是会有一个充电盒吗？对，他说你看，这其实跟充电盒差不多，其实充电盒真的不大。如果真的跟充电盒差不多，那真的是蛮小的。我觉得真的有点太小了。你看，他就拿一个充电盒在那边比，真的没有差太多啊。可你要让
中国民众更不开心的是什么？如果你这次很便宜就算了，没有啊，你应该有涨价。事实上，它已经1年涨过2次价。对，2025年2月涨1次价，然后2025年的这个去年12月再涨价，所以一直涨。它等于是上个月才涨价，结果你给我小笼包。对，涨了，去年涨了2次价，这个就没想，你分量还一直减少，所以为什么他们会现在在全民在那边争这个要这个麦当劳出来说，就是你搞到 key 能干，我就说嘛，台湾要是你给他涨2次价，你还给我缩水的话，大家一定翻脸，不吹了。所以他们也是翻脸啊，现在全民在那边翻脸，好，那翻脸的时候就开始了，你看，因为这件事情惹怒民怨了，那惹怒民怨的时候，那怎么办呢？你看这个凤凰网他们官方出来了。出来就有这个，他们又丢出这个博主的他们另外一个知名的人士的说法。他说麦当劳汉堡越做越小啊。他说博主有经过测试，他说尺寸没变，尺寸没，那为什么会觉得变小呢？他说可能是曼德拉效应。哇，用一个专有名词来糊弄大家。他说他还测量用体积还有重量，等于他2个都测了这就对比过去跟现在。他跟大家说没有，那好，那你要给解释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变小？他说这个叫曼德拉效应。那什么叫曼德拉效应呢？他说它是一种社会还有这个认知的这个心理现象，也就指的是一群人错误的记忆的一个事件，或是事物的细节之后，这种现象通常涉及到集体记忆的偏差，使许多人坚信他们的记忆是正确的，而即使这些记忆与历史事实的状况明显不符，所以大家都记错了。对，原本就是这样，根本没有缩水。对，这是曼德拉效应。我天哪！你是官媒出来洗地？对，很简单。其实中国也常常在搞曼德拉效应。譬如说，在中国大陆的他们宣传里面，这个所谓的抗日作战是共产党打的，不是国民党，这不是就是一种曼德拉效应？所以他就说没有这回事，没有这回事。这是集体记忆错误的这个状况。他出来洗脸嘛。那问题是，很多人你会相信吗？当然不信啊。我们每天都在吃麦当劳，或是常常吃麦当劳，但有没有缩水？我没有看过这么小的啦。对，大家都知道嘛，所以你看，大家都在比。好，你真的要比来说，你看，这是你就能拿出来比了。你看，2020年到2021年的历史尺寸180公克，对，然后直径来说有10.5厘米嘛。他现在跟你讲，现在的尺寸来说，直径只有8厘米啊。然后这个2025年到2026年，现在的尺寸只有153公克啊，所以真的有缩水，不是没有缩水。他就说。你这个博主是怎么测的？对，明明测到都是缩水再缩水，双层牛肉起司堡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呢，真的大家完全无法接受嘛。所以他这个官媒出来洗脸之后，大家再入炸锅，对，大家又拿出来新的这个数据出来。好，那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非常有意思我们关键的这个团队呢，我们就来对比，我们用中国的照片跟台湾的这个照片来对比中国的照片，他们是双层牛肉起司堡，然后售价是23块人民币，折合新台币是104块。那我们也去买，我们台湾也有双层牛肉起司堡，所以我们也去买了。那我们售价是79块，79块我们就对比嘛，对。那因为有中国网友在那边量出来，说直径说是8公分嘛，就是8公分嘛，对。那我们量我们台湾的这个直径9公分，我们没有缩水，我们赢5公分，而且我们只有79块对比104块，结果我们的9公分赢他的8公分，赢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另外一个。我们当然这是直观上面来看，那我们来对比，我们用拿的这样的方式，你看这是中国的，那这是台湾的，我们把手的大小弄得差不多一样大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事实上台湾的 size 真的比中国的大。不是，你光看这个圈圈，你握的那个圈圈，是我们这个是有拉的比较大，是这个小的要死。对，事实上现在就开始越来越多人就出来，对，这个攻击麦当劳啦，这个中国大陆的麦当劳，他说什么？你之前也出了一个产品啊，你看他出什么霸气？这不是吃素的不是吃素什么意思？他就说我们都要塞满满的肉，满满的肉是什么？这看起来超好吃，2层肉，对，加2根肠子，烤肠。这感觉一吃就饱了。对你看看起来超爽的。对，你看这个广告，你就觉得说哇，这个很适合那种说不吃菜的，只吃肉。你看一口哇，搞不好就完全饱掉了，对，很饱的状况你看的是这样，那这个叫做德式烤肠双层牛肉堡，赞哇赞了就没想到就有人去买嘛，想这么好吃，我去买了，就买了之后，你看他买回来之后，你看他的手大概跟他的手掌差不多大，这样的饼，跟他的手掌差不多大，这看起来就没有很大啊。然后你还拿起来的话，根本就很小啊。他说拿什么？拿什么？你看这个长，你在骗我？你不是说霸气吗？这哪里霸气？对，你的广告上面来说话，
香肠都是可以满出这个所谓饼的，都没有。然后牛肉来说很厚，结果这个牛肉看起来就很薄，所以很多人就会生气说哪有这样，你根本就乱扯嘛哈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。因为麦当劳之前呢，要这个为了要入境水属嘛，他都说，我们推出这样，因为他们北方会吃肉夹馍哦，那肉夹馍，他说我们限定这个新年推出的肉夹馍哦，你看这广告看起来好赞哦，你看这个料都已经满出来了，你看这个馍这边，然后肉好满的这个状况，然后结果大家觉得赞哦，这个一定很好吃，就大家拿出来吃的时候，赵伟那完全傻眼，这个饼是这样。那肉只有这样而已，这开玩笑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肉已经要满出来，是啊，结果你只要放个1/3而已，是啊，这什么东西？然后这个看起来就是很薄，根本里面就是馍，没有肉，大家完全就傻眼哈。不止说这个肉夹馍是肉非常少之外，还有一个麦香鸡，这个太小了吧？他手指这样哦，就他跟他手指差不多大，要是这个要是我吃到的话，我大概也会翻脸。不是，这根本缩水的。对啊，这翻得太严重嘛，所以我就说，你看中国现在用的方法是说，我就给你缩水、缩水再缩水的一个状况。好，那我们跟他讲，这个之前来说啊，中国还有研究，他说麦当劳呢，这个又涨价。对，当我们从巨无霸的汉堡看出说人民币被低估啊，对，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人民币的这个就麦当劳大麦克指数嘛，就是对比各个国家的大麦克，然后用你这样的货币来比的话，到底有没有低估还是有没有高估？那我们台湾来说，我们台币是被低估，那他们的人民币也是说被低估。可是问题是什么意思呢？事实上他说你不能够这样解读哦，你要解读是中国内部的价格很低。也就是说，中国一直在跌价。我们之前不是说吗？中国的内需不振，所以它的这个通缩一直在通缩。对，所以通缩是说，因为它的内部价格很低，然后更多反映的是内需疲弱、通缩压力，然后价格被压制，这个汇率缺乏自由调整。也就是说，它不是表面上说的那个样子了哈。所以才说，从大麦克指数来说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中国的经济真的是在走向一个通缩，或是在内部竞争的一个状况。好，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解释这个大麦克指数。好，那另外一个，我们刚才不是说，我一开始不是说，它去年的这个所谓对外出口贸易的1.13兆、1.19兆美金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跟他讲，为什么对中国来说的话，它不太妙。第一个，你看哦，它对美国的出口，2025年的出口降了20%，对，所以照很简单，它这个1.19兆里面的贸易顺差，可能很多不是来自于美国。是来自于其他国家，对，好，你倾销到了其他国家去了，对，没错，倾到其他国家去。那倾到国家去的时候，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数字。我们刚才不是就说吗？如果照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台积电吗？对，台积电第4季它的营收增加，对，所以它的获利也增加，对，它毛利可以来到62.3%，对，比之前的59%还要再往上高。所以正常的来说，一个好的出口是应该是说我卖的越多，事实上我赚的越多，对，这是一个好的。所以我们跟美国做生意会赚钱，就是这样。可是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不太一样哦。你看中国统计局公布了11月份规模以上的工业利润年减13%，也就是说现在是什么状况呢？中国明明出口增加很多，可是公司的获利是在减少啊，所以我才说它是在流血输出嘛。对，等于是说我出的越多，就我的获利在减少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我都出到一些阿萨布鲁的国家嘛。美国的话可能会，美国都是高大上啊，美国价格高啊。懂了，所以台积电为什么可以赚钱？因为跟美国有合作，是没错，那个定价那个钱才多。对，就你中国跟一些坦白讲比较2、3等的国家，是没错，他们可能也没什么钱。对。然后你反而是杀的跟什么一样。对。你最后1毛钱都没有赚，还没钱呢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你卖到美国一台车，你可能可以赚200块，但是你可能要卖到，假设你卖到非洲一台车，一样是一台车，但是因为非洲人没有那么大的消费力，你搞不好只能赚10块、20块。对，所以这样长远下来，你当然还是跟你这个贸易额度会很大啊，因为你同样都卖一台车啊。对，那卖一台车来说，你看我对外这个顺差就是这么大。就这样，但是问题是你要细看里面，所以你要从出口额再来看它的细项，它的细项来说话，就是都在跌，获利都在，公司获利都在跌。我就说，我们对比台积电，台积电是出口越多，它赚的越多，对。但是中国是出口越多，赔的越多，这个获利反而在下降。所以，跟你说，中国一直都认为说啊，反正我出口贸易这么大，我还是世界的贸易大国，我就是可以抵抗住这个美国的这个关税大战。但其实长远这样下去来说，对中国的经济绝对会持续耗损的一个情形。国文哥，现在我们刚刚有提到，现在中国面对就是什么失控的顺差，对于习近平来说，这有法子可以解决啊，我把内需提起来就可以了吧？就没有想到他所期盼、他所等待、他期待的内需的新星们，
原本想说要靠他们，结果现在他们完全不够力了。所以我们看美国虽然利差很大，但美国人消费力很强，所以他可以要全世界都跟他做生意，可以跟大家收关税。可是中国 GDP 出口那么多，你没有消费力，你的 GDP 就是假的。而且现在他扶植的明日之星全部都在眼前就倒下了。我来举例一个是中国去年在美国上市的霸王茶姬，它被称为所谓的东方的星巴克，中国的星巴克，用这个 logo 要打败美国星巴克，成为中国的明日之星。市值一度是540亿人民币，结果现在是多少嘛？跌了将近70%，64.8%，现在只剩163亿人民币，跌了1500多亿台币。然后为什么会跌这么多？因为单店营业额连续3季都在下滑，等于你没有赚钱，没有消费力，把它捧得那么高，其实就是大家没有办法花钱。那为什么没有花钱？你知道吗？现在这个被捧得很高的所谓霸王茶姬已经变成印度茶姬，霸王茶姬直接用手的灵魂的力量来添加各种元素，包括益生菌，手的益生菌就加进去了，再来元素周期表的东西也可以加进去，这样可以增加许多风味，这样可以把手部的风味也加进去。所以就有一个顾客说，我感觉你的奶茶口味不太对，口感不好，因为加了手味，他可能不喜欢它的手味，加了很多灵魂的原料，包括手部的益生菌也加进去，因为他一边冲奶茶一边搅拌的时候，把手上的益生菌也冲进去，增添了许多的风味，甚至连神秘的元素表也加进去。1月6号的时候，还有人看到什么？他的员工竟然把刷杯子然后刷各种的机具的刷子，先去刷自己的鞋子，再去刷杯子，太恶心了吧？你这样可以把元素周期表都加进去的话，那风味会更圆满的，甚至高端的食物还会增添许多神秘的原料，还被发现，你知道加了飞行蛋白质。直接未开封的加了飞行蛋白质，在里面发现的所谓的苍蝇你可以不吃，但是你一定要请你的朋友吃霸王茶姬，所以就掉了70%的市值，就是这么样1500亿台币。中国消费力中国过度竞争，就是这样掉下来了。还有这个很有名的叫做永辉超市，你知道吧？在几年前的时候，我们曾经采访过。现在的前国发会主委刘敬清，他怎么说永辉超市吗？他说，过去的10年，中国要看大润发，未来10年要看永辉超市，因为全中国都在流行消费永辉超市，他做的非常成功，是一个小卖鱼的，变成是超市大亨。结果你看现在怎样吗？已经连亏3年，因为超市太竞争，消费力太差。门市不断关了200多个门市，现在今年最新的已经再亏80亿的话，已经在守生死线了，甚至你看它整个营业额都往下赔得非常的惨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还学所谓的新的胖东来，现在中国很红的胖东来超市，一样都是过度竞争，净利负的你看。关了325家，现在只剩450家，还号称叫胖改，胖改就是我要改变模式啊，学另外一个超市，一样都没有办法赚钱。他也很认真的在改哦，那为什么改了没有用？因为消费力上不来，中国都是出口，其出口超了1兆多，重点是员工的待遇、薪水有没有上来嘛？不然没有意义嘛。那中国劳工观察 NGO 组织是专门观察中国劳工的状况嘛？结果他在这个月1月发布了泡泡玛特，我们知道泡泡玛特很红嘛，拉布布红爆了，他这么红，他对员工有帮助吗？他能够对中国消费力有帮助吗？好，我们来看真相。他去调查之后，结果发现，薪水1个月只不过4000块，20到30人的小组，一天要装4000个拉布布，你知道把它平均下来，我算过了，他一天就要装400个，一个月要装多少？将近1万个拉布布，他的薪水才领4000块钱，拉布布平均薪水才多少？每天工时平均都要超过14个小时，甚至被发现，你知道吗？连续加班要加1100个小时。中国法规规定每个月不可以加超过36个小时你加的是法定的27倍。它根本跟血汗工厂没两样啊！这就是血汗工厂，之前拼多多跟虚印一样，都是剥削劳工。那4000块的薪水，你做成这样，你真的会有办法消费力上来吗？再来，还被发现在江西信丰县的工厂里面，拉布布的工厂里面竟然有未满18岁3个不大童工使用未成年的童工。更可怕的是，跟这些人在签劳动合约的时候，竟然没有把所谓的社会保险薪水内容
都留白，没有说明，而且给你5分钟的时间去完成这个流程，这代表什么？你的保险费有多少？你的五险一金、退休金、保险金、医保、劳保这些东西都是空白的，等于我连这个可能都没有付，这都被劳工观察给抓出来了，代表。你是靠剥削来创造你中国的出口的营业额。那这个老布布，跟我刚才讲的霸王茶姬哦，都是习近平时代被捧为下一代明星的人。我们不用再看马云什么马化腾，要看的是张俊杰身价，你要多高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身价是100亿台币，然后更扯的是17岁。创业18岁才认识字哦，他是文盲，现在身价100亿，就是霸王茶姬。然后另外一个王林，人家身价现在多少？20亿美金，600亿台币，而且这2人都很年轻，对，都是习近平要拉拔起来的。我的内需就靠你们2个小伙子这就是中国的内需的明日之星，如今都垮在你面前嘛。好，我来讲了，布布，我们来讲说，不是追捧了几万块在那边追捧嘛？现在它的盲盒的平均售价160几块，现在都跌到它官方定价的以下，等于100多块，现在都跌到100多块，甚至以前可以卖到几万块的所谓的珍藏商品或隐藏厂商，现在只剩人民币几百块，差太多了吧？你总算发现一件事情了，过去买的叫设计、叫流行，甚至叫潮流，现在买的叫塑胶、叫绒毛玩具，因为一只剩下几百块台币，甚至几十块台币，然后整个 IP、整个营业额都往下掉。你知道市值掉多少吗？掉了4成，2000亿港币，这代表什么？中国的消费力捧了这么多明星，其实它都没有拉起来，大量的出口其实都是假的。那这家霸王茶姬更可怕的地方是利用所谓中国东方星巴克的梦想，中国有14亿消费力的包装成为一个美丽的幻觉。股价刚上市，人家32块美金，对，跑到哪里去上市？美国纳斯达克现在，去年4月上市的，你看。现在从32块，现在只剩11.88块，跌了63%，这是最新的股价，这代表什么？它不止在割中国人的韭菜，牺牲中国人的健康跟卫生，也割了美国人的韭菜。或者这样看起来，中国人现在也太惨，被压榨、被剥削。结果没有想到一件事情，中国应该是要去安抚这些事情，应该把这些坏人们全部都抓起来。就他们竟然无聊到很闲，是不是啊？他们竟然在做一个防暴讨薪应急的演练，还真的真枪实弹找人来，真的开干的那一种他们不解决这个欠薪的问题啊，他们解决讨薪水的员工啊、劳工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所以你就会觉得真是太荒谬了吧？你现在这个防暴警察是站在哪一部分啊？他现在是站在资方那边。对他认为资方欠你钱是狗不理中不得已的，那个景气不好，对不对？欠点钱怎么了吗？晚一点给你怎么了吗？你凭什么上街头来要薪水啊？他竟然训练这一些警察跟武警跟这个防暴人员要来打员工，他们是全副武装的，是，而且很可怕，你知道，你这样的人，你看到你会以为他是恐怖分子吗？还是人家进行了恐怖攻击，需要你这样子盾牌？我跟你讲，盾牌还事小，他们甚至演练到什么？演练到要开枪射击这些百姓。人家看到旁边心想说：“你有没有状况？你们搞清楚，我们是被欠薪水的人，怎么到现在你的盾牌还有你的这些武器是指着我们这些欠薪水的人？我们这个欠薪水是希望把钱拿回来，在过年关的时候我们可以过年。结果面对到了，竟然是这一个政暴警察，全副武装，连这一个烟雾弹都丢来了，就是要把我们给不准我们来讨薪水。而且你知道他是怎么演练法吗？假如这个有拿着牌子的是我要来讨薪水了，我要来讨薪水，你来讨薪水吗？你敢来讨薪水吗？好，他讨薪水之后，马上通知这一个部门的人，这个防暴部队人有没有？我们看到monitor， 他就直接冲进来了。monitor 上面就是有没有赶快通知赶快冲进来了。哇塞，你有没有看到盾牌跟棍子？棍子之外还有什么？竟然还有人是持着枪支，所以你知道他们还有3步骤啊。
通知武警部队冲出来，再来压制讨薪的民众，所以人家就会心里想说，你有没有搞清楚状况？我们才是被压迫的人。结果到现在，政府竟然是站在这个恶意倒闭的这一些资方的旁边，所以你让我们那个情何以堪？你叫我们这个年关要怎么过？结果人家没有要管你这么多。你这没看到那么坏的，我被人家欠了薪水，我已经过得这么惨了，我现在一点微薄的薪水，你还要找人来打我？结果你看到哦，这个画面，我们之前就已经讨论过非常多，在深圳哦，易利生的这个事情。去讨薪的这个事情，我们有报道。现在连外媒哦，英国的记者他都去了，就去了之后，中国也太凶了，去打那个记者，把那记者给抓走嘞。所以为什么要演练？因为真实状况不断的发生，而且越来越多。你现在看到不是演练，是真实发生。在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我们之前也有报道过，它是深圳的一家易利生科技公司啊，他们就是积欠了数千名员工的薪水。你看这些员工，他们还穿着制服呢，他就说我已经被欠了2个月的薪水，你不给我，年关就要到了，我怎么回乡过节？结果你知道吗？他们其实也是非常和平的抗争而已。那个有的女生啊，甚至讲到痛哭流涕啊。她说：“我上个月的薪水只有就这个女生，我只有1900块，你叫我日子怎么过？这个工厂的剥削让人家根本受不了。”结果访问她是谁？就是这个天空新闻台的记者，这个英国的记者。就是记者访问她，你知道吗？这整个抗争进行到第4天，这个就是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记者，他才去采访她。那因为你知道这个记者一出现，哇，现场的这些抗议人就是非常激动，因为终于他在遮了，不给拍。对，不给拍。他现在还在遮对，他后来就把他给拖走了。结果你知道这些员工一看到记者来，就喊得更大声啊，希望把我们这满腹的委屈可以传到全世界都知道。就没有想到，这个记者就被这个公安被全部带走，就被带走之后，而且还扣押他们这个器材哦。结果后来。这个记者后来就还是也非常勇敢的，就继续报道。报道之后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说什么？竟然发现2025年全中国发生了5000多起的这抗争事件，对，而这前11个月的抗争事件，较2024年多增高达了50%你看他还做出了这个图，2024 3290，2025 4861。太多了吧？而且他算的是到前11个月为止，还没有算到12月。由此可知，你就知道中国现在的这一个为了讨债的这一种讨薪水的抗争事件，引起多大的一个维稳的一个风暴。说一句实在话，我是为我之前过去辛苦的所得来讨而已。你怎么说我恶意？结果他们现在说，因为讨不到薪水，所以放把火把整个工厂给烧了。因为类似的事件越来越多，像你现在看到的，就是去年6月29号，它是河南的一个床垫工厂，他们也一样讨不到薪水，然后就开始那个工人心里想说，你让我日子过不下去，好，我就跟你鱼死网破，我就放火把这一个工厂都烧了。你现在看到的是今年的1月9号，湖南省的一个一样欠薪事件。后来他说，你知道我被欠薪多久吗？我被欠薪2年了，欠2年还没办法拿，我的孩子这2年都完全怎么过？你看，结果呢，越来越多人涌上，谁涌上？武警一样。保全公司、保全跟武警都来，你看他们为什么翘脚那边？他就说我们这个已经有人都活不下去了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在这边就坐地在这边，我就跟你公司拼了，就是跟你公司拼了，我就找人，我就躺在这公司地上，没关系，我就武警就是弄着，保全弄着，反正一句话，你要撒赖，我就跟你赖到底，你要薪水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，甚至你知道吗？赵和有的人真的要了1-2年薪水要不下来，干脆。他就轻生，他就直接从工厂这边就坠楼了，他也就不想活了，因为你就是想要我一命还一命，结果没想到发生这样的状况。你看旁边那些人，你没有看到旁边那些人？你看这旁边人没有，还有工人从高处直接跌了下来。一般来说，救人都没有人去帮忙他的，现在都这么冷漠的，因为他觉得，你死了刚好，你活着还找我麻烦，你死了，干脆这一笔账就一笔勾销。你们看到多么冷漠？你不要说来救了，你好歹也要请人家把这个带走。他完全没有要解决这件事情，他们只想解决讨薪的人。宇轩，泰国最近真的多事之秋，我们昨天才讲，它的高铁就跟这个中国是有关系的。就倒下来嘛，把这个行进中的火车给撞烂了。
就今天换成高速公路变车栅栏的画面太可怕了。那知道我对世聪的敬仰哦，有如滔滔江水越来越多。他竟然又再次的预测成真，就今天一样更大，只有更大哦，更大的起重机。然后这原本在高速公路上，离谱，然后上面盖，然后上面再盖呢，底下的车子照样在跑，有够危险。就瞬间各位，你看到那个瞬间的画面，我讲很可怕。你的车子慢慢开，慢慢开，慢慢开，1、2、3。所以刷帮了，你看右边的那个白色车子本来还在加速哦，对，就等到它瞬间倒塌下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车子不见了，被埋起来了。对，你看好来了就被埋掉了。然后后面那台白车哦还算好运，那个不知道有点像是阿法，像保姆车那种，他就赶快往左边开，然后你知道吗？落荒而逃，上面的人赶快从车门打开呢，直接跑下来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起重机砸落。然后呢，巧合的是什么？来，又是液态工程，对，又是液态工程，就是它。就你现在看到那个黑色的，它紧急，你知道吗？砸下来瞬间，赶快踩刹车，然后往后挖苦。右边左边的车子还在跑，然后他已经开始我们讲的转向了。他真的是生死一瞬间对，我只要在刚刚超车，我只要再急一点，死的就是我了。对，他可能还好，他今天呢，我们讲的开的比较慢一点。如果哪天心情不好飙车，可能现在状况就完全不一样。我们从另外一个监视器角度哦，你可以仔细更看到说，到底它是怎么断掉的。来，你看这是它的侧面，也就是说它上面的那个起重机呢，应该是出了问题，先往下开始施加压力。那因为那个桥，高速公路的桥刚做到一半，那个空桥的支撑力臂又不够，所以它就这样硬生的，它是压下来之后，把那个空桥先砸在地上。然后呢，起重机在整个我们讲砸到下面，对，最后面砸到一台白车，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，开在前面开很快的那一台，2个人这样不幸就没了。甚至是我们讲砸完之后，我才看到一个东西，我更生气，你知道吗？走过去仔细看，你会发现这些水泥赵尔长毛啊！你知道什么叫长毛吗？一根一根一根很细细长长的毛，你有没有看到上面的长那小毛？对，那是钢筋。他根本当时就没有把它好好的固定住，对，它是松散的，对，偷工减料啊！你自己各位，你仔细看一看，那种根本我们讲跟毛一样细的钢筋，怎么可能支撑出那么巨大的建筑物？所以你到时候你才发现说，就是偷工减料，所以才会出问题嘛。那这个钢筋外露，然后现场看到大家很生气嘛。那而且你知道这条路对于泰国人来讲是心中永远的痛。今年是2026年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从2019年到现在。一直盖，盖了6年，盖了7年，但是就是盖不好，已经盖很久了，造成2500起事故，9死2死伤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他们现在人叫这条路叫什么？叫死亡之路啊！对，因为是7代人的死亡之路，已经盖了7代。然后呢，我们讲其实不是7代，是7年，但他们讲7代，但是呢，一直不断的出意外嘛。对，所以你知道他们最新的这个总理阿努挺，他就非常愤怒，去到现场。他就在看，这是他去哪里呢？他是去那个我们讲的，昨天我们各位提到的高铁出事故的。结果我们现在才发现，原来不是什么26，也不是28，他们整个乘客有208名。208，对，208名，所以到现在死亡人数还没办法确定太扯了。有很多人压在里面，整个都修到根本就是我们讲的认不出来。所以他们到现在为止还努力的把这些罹难者的遗体然后拿出来，还在辨识。所以各位我讲真的还没有完全辨识完毕那这个阿努体呢，他就有说。气炸了，因为当今天又在发生的时候，他昨天视察已经说这一家为什么一直出意外，把他纳入黑名单。就他昨天刚讲完，把他纳入黑名单，今天又再次摔一次给你看。今天又砸死了2人了。对，然后就我们把所有泰国现在开始在整理他的记录你看意大利代，就那个义泰公司所有的一个记录，你会发现，来从2025年3月15号那时候新建中的桥梁，在曼谷5死27伤。后来7级地震，还记不记得审计大楼95死？对。后来2024年呢，再往前推一点，高铁工程在呵利府这个地方暴雨隧道坍塌3死。然后呢，在2024年11月，龙仔错这个也是高架桥，又一样6死6伤。那我问你，有没有这种巧合啦？就是每次出意外都是你中国的公司嘛？对。那其实还有另外一家，好像叫中铁还是什么的，他们之前盖捷运线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捷运轨道砸下来，这种怪事啊！泰国这种不要全部都跟你中国有关，那只有你现在中国人被人家问到这个问题，来，你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，人家问他说那个发言人，请问一下，这个中方对于这个人员伤亡表达慰问那对于这个泰国的部分呢，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说？因为毕竟有些部分承包商是我们中国这边提供的，就毛宁直接跟他讲说，有关工程标段由泰方企业在施工。他说中国驻泰国大使确认，事发的路段并无中方施工企业跟施工人员参与。
跟中国没有关系的。哎，对，就它跟那座桥一样，瞬间一刀两断，切割的干干净净，清清白白，跟我们中国没关系，跟我没关系，啊，全部都你中国企业呢。然后现在在撇得一干二净，然后说什么啊，表达慰问啊，好辛苦，不对哦，你少来哦，跟这边欲盖弥彰。来，审计大楼，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，神洞这样帮漏来嘛，95死，当时这就是中国。来，我问你，这看起来像泰文吗？对，峰顶大戟，这是泰文是不是？当然不是啊，中国人盖的嘛，你在瞎狡辩。然后你那时候还是被讲说，保证超高质量混凝土，开工即超越了所有的技术攻关小组，关键技术进行研究，并且我们按照台模安装工艺，而且呢这个无梁的模板采用所谓的我们讲特殊的工艺，然后那时候吹到天上去，跟你讲说我中铁时局盖了个就崩了之后，你知道吗？这篇文章啊跟那栋楼一样。消失了，也消失了，赶快删文下架。那就是这个来，你看删文下架。本来中国人说什么？这是我们中国人在泰国发展的一张名片，封顶大戟。现在这张名片干嘛收回来了，不递给你了？因为泰国人现在终于开始在觉悟，包括如同安如婷刚才讲的。每次呢，所谓的一带路，不只是呢，我们讲一带路，为什么？前面的一带是要用日文发音，一带很痛的那个一带，那一路是什么？带往不归路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